頓涅茨克郊外的午後，一片看似死寂的開闊地。一輛烏軍坦克的車長急促地看了看表，由於履帶故障，他們被迫在原地停留。他很清楚，在當下的烏克蘭戰場，這3分鐘就是生死的紅線。此時，2000米高空，一架俄軍歐蘭10偵察機正像幽靈般盤旋，坐標被瞬間回傳。破冰陣地的火控計算機已鎖定了目標。3分鐘，這是歐蘭引導下的死亡週期，他們幾乎沒有撤退的餘地。就在炮彈即將出膛的最後時刻，天邊突然掠過一道微小的機影，那不是價值100萬美元的導彈，而是一架掛着怪異裝置的輕型無人機。電光石火間，一張特種尼龍網在空中轟然綻放，瞬間捲入了歐人的槳葉。高空中的眼睛瞬間失明，一頭栽向田野，被烏克蘭部隊捕獲。幾分鐘後，原本致命的炮火落在了数公里外的空地。最尖端的偵察打擊體系被一张簡陋的網徹底擊碎，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烏克蘭部隊怎麼使用這麼原始的方式打擊俄羅斯？這種戰術被稱為網捕，就是用無人機帶着網把俄羅斯的無人機網住，看起來一點高科技含量都沒有的。网捕技術為何能在现代戰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我們需要先從一種物理現象說起，它叫旋翼纏繞效應。無論是俄羅斯的固定翼偵察機，還是高速俯衝的 FPV 自殺式無人機，其飛行的核心動力都來源於高速旋轉的螺旋桨。网捕技術其實很簡單，它不追求通過爆炸來摧毀目標，而是利用高強度纖維網實施軟殺傷。一張由特種尼龍或高分子聚合物制成的輕量化网，被噴射到無人機的飛行路徑中時，螺旋桨產生的氣流吸力會將細微的網絲瞬間捲入電機軸承和槳葉，這會導致2個致命後果。首先是電機過載，細絲的纏繞會增加巨大的機械阻力，導致電機在幾毫秒內因過熱保護或機械卡死而停轉。其次是氣動平衡的毀滅，對於依靠4個螺旋槳維持姿態的多旋翼無人機，只要有一個電機受阻，飛行器就會瞬間失去升力，像秤砣一樣墜向地面。基於這一原理，烏克蘭目前已經形成了從自動攔截到單兵防禦的多層次網捕體系。首先我們要看的是由烏克蘭初創公司 AirNet 開發的自動網捕模塊，這套系統是目前低成本攔截理念的集大成者。這套裝置的權重僅為780克，採用了模塊化的即插即用設計，可以安裝在多種商用無人機平台上。當它起飛後，系統自帶的微型雷達會自動激活，它在3維空間內持續掃描，尋找移動的敵方目標。這種攔截不需要操作員具備頂尖的飛行技術。當攔截機逼近敵方無人機至6到10米的交戰距離時， AirNet 會通過傳感器自動計算飛行路徑，系統會瞬間噴射出一張捕捉網，射程可達10米，操作員無需進行極其精準的瞄準。智能化的系統極大地提高了攔截成功率。更有趣的是，被網住的敵方無人機通常會通過一根可承重20公斤的拖繩掛在攔截機下方，操作員可以將其拖回己方陣地。這種系統的单次發射成本僅約50美元，相當於12萬美元的導彈，這幾乎是將防禦成本降低了2000多倍。如果說 AirNet 是主動出擊的獵鷹，那麼 Pashka 公司的網捕系統則是士兵在戰壕裡的最後一張盾牌。針對前線泛濫的 FPV 自殺式無人機，烏軍配发了這種形似大口徑手槍的物理反制器。FPV 無人機通常攜帶高爆彈藥，且末端速度極快，普通步槍很難命中。Pashka 系統在20到30米的射程內，可以噴射出一張3.5米乘以3.5米的巨大網面，這個面積相當於半個羽毛球場，在壓力巨大的前線士兵提供了極大的攔截容錯空間。在電子干擾失效的情況下，這種最純粹的物理干預往往成了救命的唯一手段。網捕技術除了經濟效益外，還有一個導彈無法比擬的戰略優勢，它能提供完整的技術樣本。在傳統防空戰中，導彈擊中目標後留下的通常只有支离破碎、被火藥燒毀的殘骸，但網捕捕獲的無人機往往是近乎完好的。對於烏克蘭國防情報局來說，每一架落網的奧爾或是沙希德都是一座情報金礦。通过对這些活體樣本的拆解，烏克蘭專家可以獲得以下關鍵信息：組建逆向工程，俄羅斯是否升級了其光學傳感器？其導航算法在應對 GPS 干擾時表現如何？追蹤供應鏈，這是最核心的價值。通過分析無人機內部的芯片、電機和通信模塊，烏克蘭可以精確追蹤俄羅斯是如何繞過國際制裁，從第三方國家獲取關鍵電子組件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針對性電子戰。只有拿到了實物，烏克蘭的技術團隊才能準確測量敵方無人機的工作頻率，從而開發出更具針對性的電子干擾設備。綜上所述，網捕技術在烏克蘭戰場上的興起，並不是科技的倒退，而是一種極其務實的進化。它利用低成本的自動化模塊，成功在數千米的高空架起了一道讓侵略者既頭痛又無奈的廉價屏障。有了高效的网捕系統，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將這張網準確地送到幾千米高空的目標面前。要攔截俄羅斯的無人機，首先要解決的是高度和速度的硬指標。以奧尔10為例，它的巡航高度通常在2000到5000米。
而沙希德自查式無人機在俯衝時的時速能超過150公里。普通的商用多旋翼無人机在這些目標面前，就像是試圖騎着自行車去追趕跑車。為了跨越這一速度鴻溝，一個名為野狐蜂的烏克蘭志願者組織走上了歷史舞台。他們研發的 Stinger 系列攔截機，最初的原型機時速只有160公里，但到了2025年夏天，最新的改进型 Stinger 在掛載模擬攔截載荷的情況下，跑出了驚人的315公里時速。這是什麼概念？這幾乎是目前民用無人機速度極限的2倍。除了速度，攔截機還需要具備極高的爬升率。通俗的說，就是看誰能更快地衝向高空。Stinger 可以在短短23秒內從地面爬升到1公里的高度。這種急速響應能力，確保了它能在敵方無人機突入關鍵設施之前，就先發制人地將其截獲。在這些亮眼的性能指標背後，更讓各國軍事專家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它的成本彈性。烏克蘭的攔截機大量採用了所謂的 COTS 組件，其實就是商用現貨的意思，也就是你在普通的電子市场甚至玩具店就能買到的零部件。在烏克蘭的無人機工厂裡，你會看到大量的 3D 打印机。Stinger 攔截機約65%的机体材料都是通過本地 3D 打印生產的。這種廉價生產模式不僅極大地降低了造價，更賦予了烏克蘭防禦體系一種極強的韌性。即使外部供應鏈受到波動，烏克蘭依然能像變魔術一樣，在地下室、車庫裡批量生產出這些空中獵犬。當然，攔截任務並不是一招鮮吃遍天。烏克蘭構建的是一套百花齊放的無人機攔截矩陣，針對特定高價值設施，比如發電廠、指揮中心，他們使用靈活性極高的多旋翼機型，它們可以像直升機一樣垂直起降，隨時待命。而針对漫長的邊境線，烏克蘭則部署了固定翼攔截機，比如火烈鳥系列，它們像真正的偵察機一樣，擁有長達50公里的航程，能像空中交警一樣在邊境區域進行持久巡邏，把威脅攔截在國境線外。甚至他們還研發了一種名為子彈的混合動力攔截機，利用高速衝刺能力，在最後幾百米實施物理撞擊或網捕。這種多層次、多機型的協同，正讓烏克蘭的天空變成侵略者无人機的禁飛區。如果說網捕技術在物理上封鎖了敵人的天空，那麼在信息領域，它則為烏克蘭打開了一座巨大的黑匣子。在軍事對抗中，摧毀目標往往只是第一步，而活捉目標則意味着你可以徹底看穿对手的底牌。這在情報學中被稱為逆向工程。通俗的說，就是把敵人的高級貨拆開，看看它是怎麼設計的，用了什麼零件，弱點在哪裡。2024年底到2025年初，烏克蘭利用網捕技術，成功捕獲了幾架近乎完好的俄羅斯伊朗系無人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名為沙希德3的升级版。當烏克蘭情報局拆開這些被完整帶回地面的大玩具時，他們發現俄羅斯的無人機技術正在經歷一場令人不安的進化。而如果沒有網捕技術，這些秘密很可能會隨着導彈的爆炸灰飛煙滅。首先被揭露的秘密是網狀網絡通訊。這個名詞聽起來很專業，其實就像是我們手機的熱點共享。以往的無人机如果失去了指揮基站的信號，就會像无頭蒼蠅一樣亂飛。但情報專家在沙希德3內部發現，他們現在具備了互聯能力，即使其中一架被干擾了，它仍然能通過身邊的同伴中繼信號，接受最新的攻擊指令。這意味着傳統的電子干擾器在面对這種蜂群策略時，效率會大打折扣。其次是更強悍的抗干擾導航。專家們拆出了一個名為 Comet M12 的模塊，這是一個集成了12個天線的陣列，它能像過濾噪音一樣主動識別並屏蔽掉烏軍發出的電子干擾信號。只有通過網捕拿到了實物，烏克蘭技術團隊才能針對這個模塊的電路頻率開發出更強力的干擾補丁。所以，當你看到一架攔截機拖着一個巨大的尼龍網在空中盤旋，請記住，它不僅僅是在攔截一顆炸彈，它是在為烏克蘭的科學家採集最前線的實戰數據。每一次成功的網捕都是在為下一次更精準的攔截做準備。通過拆解，烏克蘭摸清了歐軟常用的850兆赫茲頻率。通過分析，他們預判了柳葉刀巡飛彈的 AI 視覺邏輯。這種的良性循環，正是烏克蘭在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依然能構建起高效率防禦體系的核心秘密。在這場空中的博弈中，物理上的網索鎖住了敵人的機翼，而信息上的網索則鎖住了敵人的未來。每一架落網的無人機都在無聲地告訴侵略者，在這個透明的戰場上，沒有永遠的秘密，只有永無止境的進化。為了對抗烏克蘭的防網和攔截機，俄羅斯開始在他們的柳葉刀巡飛彈上安裝黑科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激光雷達测距系統。這東西咱們家裡的汽車上都有。以往的自殺機必須撞上目標才能引爆，如果被網兜住，往往就成了啞彈。但現在的柳葉刀能在接近防網幾米遠的地方，通過激光感應到障礙物，並提前觸發戰鬥部。它會射出高速金屬射流，像熱刀切黃油一樣穿透网面的空隙，直接擊毀後方的裝甲目標。不僅如此，俄羅斯還給他們的見證者自殺機裝上了後眼，也就是向後觀察的攝像頭。配合 AI 算法，這些無人機在發現被烏克蘭攔截機追逐時，會像真正的戰鬥機一樣進行蛇形機動規避。
更有甚者，部分無人機甚至嘗試倒掛一枚260短程空对空導彈，試圖反殺那些靠近他們的烏克蘭截擊機。這種無人機打無人機的攔截機的場面，已經讓現代戰爭越來越像是一場現實版的科幻電影。面對敵人的反制，烏克蘭的策略是從單兵作戰轉向體系防禦，這就是澤連斯基總統多次提到的戰略目標：構建反無人機穹頂。這個穹頂並不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罩子，而是一個高度智能化的指揮網。它依賴於一個名叫德爾塔的作戰系統。這個系統能把地面雷達、監聽站、衛星圖像，甚至是前線士兵手機拍到的照片全部匯總到一起。通過 AI 算法，系統能實時分析成百上千架敌方無人機的軌跡，並自動給離得最近、最適合的攔截機分配任務。為了支撐這個龐大的計劃，烏克蘭還啟動了章魚計劃。這不再是車庫裡的小規模作坊，而是與英國、挪威等國合作的國際流水線。他們的目標是每月生產數千架具備全天候攔截能力的智能截擊機。俄烏這種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博弈，終點在哪裡？答案可能是完全自主化。目前的網狀和攔截很大程度上還依賴經驗豐富的飛手在後方遠程操控，但在高強度的饱和攻擊下，人類的反應速度和體力終究是有極限的。烏克蘭的研发团队正致力於實現攔截流程的完全自動化。未來的攔截機將具備完全自主的搜索、分類、鎖定和物理清除能力。當成群結隊的敵方無人機來襲時，成群結隊的截擊機將從蜂巢般的發射架中自動起飛，無需人類干預，在幾分鐘內完成空中的清掃。回顧這段充滿創意的防禦史，我們發現網捕技術的興起看似是向古老狩獵文明的回歸，實則是物理干預與高級智能在極端成本壓力下的完美融合。它證明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道理：在消耗戰中，昂貴並不等同於強大，靈活與低成本才是生存的王道。烏克蘭僅僅通過一張張看似簡陋的網，就成功地戳瞎了侵略者的眼睛。這場天空中的博弈遠未結束，但烏克蘭已經向全世界證明，當智慧、韌性與科技結合，即使是面對最密集的陰霾，也能織出一道守護家園的堅韌穹頂。那麼最後想問問大家，你覺得烏克蘭這種新型技術會對戰場局勢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